好了，话不多说，马上就要请出本场的3位变装选手了，有请他们。好，我们也透过大屏幕看到了他们的日常的一个形象。那今天为大家介绍是张小姐、柳小姐，还有我们熟悉的美妆达人许诺。首先来听听他们3位的变装理由。我大学刚毕业，平时只穿运动装，我不会化妆，更不会打扮。现在出去面试的时候，别人都说我呆呆傻傻的，一看就没有经验。所以我想变身成时尚丽人，既要成熟稳重，还要美丽时尚，更要有职业范儿。没错，去面试的时候需要有这样自信的一种妆容和造型，才会更配得上你。那柳小姐呢？我从小就比较喜欢中性的打扮，不太喜欢穿裙子。我觉得中性的打扮很酷，但是现在很多人觉得我的性取向是有问题的。是这样吗？所以我要改变。如果再不改变的话，我觉得我就嫁不出去了。一定要把自己美美的嫁出去啊！期待。好，那刚才2位选手他们的变装理由我们已经听到了，而且大家都觉得很可以理解。但是许诺我就不明白了，因为许诺作为我们熟悉的美妆达人，你的造型一直很赞啊，而且很多粉丝都在效仿你，你又为什么要变装呢？为了一个男人。我没听错吧？为了一个男人？那你心目中的那个他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是保持一点神秘感吧。好吧，我们就让他暂且保留一点神秘感。小姨，就给你们一点时间，变装开始，有请。大家期待的时刻到了，那经过了一番变装之后，3位选手会以怎样的面貌全新亮相呢？现在就让我们掌声请出他们闪亮登场，有请。超帅的，好，有请第2位。再也不会有人说你是男人婆了。好，下面有请许诺。好的，有请3位选手都回到场中来。哇，许诺，我必须要先把麦克风给你，因为我太想听听你此时此刻的心声了。太意外了，我觉得平时的你可能是一个杀伐决断的职场女王，但是此时此刻的你完全就是清纯无比的校园初恋呢。大家说是不是？那许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说你变装的原因是为了心中的那个他，你说你平时的造型不是他喜欢的那个类型，那么你现在的这个造型一定是别有深意吧？因为我爱的这个男人，他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他最爱的那个女人在一场意外中离开了这个世界，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封闭了自己的情感和内心。我希望他能够走出来，能够放下那段伤心的往事。我想对他说，我真的很爱他。我可以为他做任何的改变，我可以变成他喜欢的女生类型，甚至变成他最爱的女人的样子。只要他能够走出阴霾，敞开心扉，拥抱生活，拥抱爱情。好感动啊，真的好感动。我想起你说为了爱情你可以做任何的改变，那么许诺，你爱的人到底是谁？你能告诉我们吗？他现在正在看我们的节目吗？还是说，难道他就在现场吗？他真的在现场。许诺，我们的节目一直以来都是鼓励女性找回美丽，重拾自信。
那么既然你心中的他就在现场，你能不能够大胆的对你的男神做出爱的表白呢？我们给许诺加油好吗？想着你的感觉，犹如雨的缠绵，淋湿我的岁月。我想说，却依然不知不觉，没有一种服饰比你的爱更合适，没有一种装饰比你的爱更迷人。5000米的雪山之巅是你救了我，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自己将会是你一生的俘虏。我的生命是你的，我的心也是你的。我希望我也能够为你做出任何改变。请你接受我，为我签下爱情之约，好吗？想着你的感觉，犹如雨的缠绵，淋湿我的岁月，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想着你的感觉。林凡，难道你看不出来他也喜欢许诺吗？你打算跟你好兄弟抢同一个女人吗？你只是爱情，我想爱，但不想给他负担。想着你的感觉。你是在侮辱谁的智商啊？现场每一个人都看得出来，你的装扮、发型、服装，跟你的长相、年龄、气质一点都不符合。这甚至不需要专业的点评，任何一个没有瞎的人都看得出来。扬长避短，发挥个人独特的魅力，这是每一个普通女性都知道的美妆原则。而你身为美妆行业的精英，居然连这么基本的事情都忘记了，你怎么了？你以为你化了跟他一样的妆，做了一个跟他一样的头发，穿跟他一样的衣服，你就会是他了吗？要不要放下过去？是我的事情，但我绝对不会为了别人作践自己，放弃自己的骄傲而买单。沈总，我们在直播哎。我去，太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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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徐总不愧是策划天才啊！你知道咱们这收视率有多高吗？网上点击率已经破亿了，咱们的收视率已经破3了，所有的同类节目已经都被咱们给干掉了，就连青芒台那些神剧都被咱们给踩在脚底下了。哎，下期台本你看了，你给我剧透一下呗！快点，快点，我好兴奋啊！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你啊？干嘛？你能不能有点眼力见？你不知道刚刚发生什么事儿了？你以为许诺在台上只是为了秀一下娱乐大众吗？他是在向沈志泽表白啊！这个混蛋把他说的一文不值，哎呀，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办呀！等会儿，不是设计好的是吗？真的？不是。本节目由韩后冠名播出，同时也要感谢欧雅对本。姥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咱们家许诺和那个沈总到底怎么回事？哎呀，姥姥，这事你别太着急，这都是人们编导，
策划出来娱乐大众的，他们就是为了影响力，就是一种变相的广告。广告也不成啊！咱们辛苦养大的闺女，平时捧在手里都怕被化了，平时连重话都不敢说，凭什么在电视里当着那么些个人被人数了呀？啊！而且你看那男的，他那个表情，嫌弃咱闺女那劲儿，不行，我受不了。就是，佳佳，赶紧给你小姨打个电话，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就算是公司做宣传，咱也不能脸不要了吧？这明天出门还不得被人家笑话死呀？姥姥，其实这事儿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怎么回事？我给你们看看这个吧。你看，这个就是我小姨的男神，怎么样，超酷吧？差点亮瞎我的眼。你们记得那年小姨在雪山遇难的时候吗？就是这个人救了我小姨，他叫沈志泽，也是我小姨现在的老板。我小姨当初跳槽的时候，就是为了去追爱的。刚才那个节目也不是假的，就是我小姨的真情告白，只是那个男神给她给撅了。怪不得对林凡不冷不热呢。那也不行，咱家许诺跟林凡的事儿是咱们双方家长定好的，怎么能突然换人呢？这叫什么？第三者插足，不道德。姥姥，就算小诺不喜欢林凡了，也不能跟那姓沈的呀。那总裁有什么了不起啊？有钱就能胡说八道啊？再者说，你不喜欢小诺，私下说就行了，非在电视里当着那么些人给小诺难堪，这人心眼不正，我坚决反对。再说了，那好本媳妇好当呀。你说人家林凡家里对咱们许诺是真心喜欢，要嫁到林凡家里，咱小诺一辈子也受不了委屈。要结婚呀，还得找林凡这样的孩子。小姨呀，革命尚未成功，你仍需努力。不过，就算全世界都不支持你，我支持你，真爱无敌。此处省略千言万语，我做功课去了。不要脸！我倒觉得呀，我们还真得感谢他这不要脸。你想啊，要不是这么不要脸，策划出这么个演出，怎么能亲眼看着沈总把他批得体无完肤的？太痛快了！哎，我真觉得我们应该去庆祝庆祝，是该好好庆祝一下。凭他，什么都来跟我抢，活该！看他明天怎么还有脸来上班？这就叫做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文文，许诺在吧？没有啊，徐总可能去父母家了吧？没有，我打过电话了，他不在那儿，而且刘仁那边也没有。他今天从电视台出来以后，到现在一直联系不上，很让人担心。出什么事儿了吗？你不知道？不知道啊。那好吧，我先去找他，他一回来你就给我打电话，好吧？拜拜。许诺不见了，我到处找他都找不到。你去天台看过没有？如果他出了什么意外，我看你怎么办。
果然在这里啊！你来干嘛？看我笑话？你也知道你这样很好笑啊。是沈之泽告诉我你在这里的。他知道我在这里，他都不愿意自己过来吗？不是，他只是一时没有准备好。你让他猝不及防，而且你触碰到他心里最痛的地方了，所以他痛，他就有理由这么对我吗？那我算什么呀？我也是女人啊，我也想要被人疼、被人爱的。他可以拒绝我，但能不能不要那么无情，不要那么残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我劈得体无完肤，他就不怕我会想不开吗？他当然怕，但是他现在一时不敢面对你，所以才让我来。你不用替他说话，也不用安慰我，是我自己活该。我并没有安慰你，你放着好好的许诺你不做，你非要去学什么宋小雨，你这样你就是咎由自取啊！他欺负我，你也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好了，咱们回去吧。我不走，反正也没人管我，也没有人在乎我，让我自生自灭，是死是活都不要你们管。许诺，身体是爸妈给的，你犯不着这样。我跟你说，你要是因为你的爱情这个样子自暴自弃的话，我会看不起你的。沈志泽，以前不管是练习还是比赛，你从来没有赢过我。那是因为以前我不愿意跟你真打。所以你是为了他？我不是因为他，是因为你。因为你该打。沈之泽，你有权利拒绝爱情，但是你作为一个男人，你要有风度，有分寸，起码你不要伤害人家。人许诺多好的一个姑娘，上次在天台为你哭得死去活来，人都冻僵了，嗓子都哭哑了，你怎么那么狠啊？啊，你对于曼妮怎么不这样啊？因为我不想让她成为第二个于曼妮。什么？如果不能给她全部，还不如让她死心。痛一世，不如痛一时，对吧？啊！许诺比你想的要坚强，你放心吧。废话，人坚强，人家强就往人家心口上扎刀，你还是人吗你？
有时间抱怨，不如想办法让他爱上你。5000米的雪山之巅是你救了我，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自己将会是你一生的福。我的生命是你的，我的心也是你的。我希望我也能够为你做出任何改变，请你接受我，为我签下爱情之约，好吗？不过我要告诉你，你的好兄弟也喜欢许诺。有时间抱怨，不如想办法让他爱上你。许诺，对不起。你真的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我想，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直觉告诉我，你对我至少不该这么冷血无情。我有太多无奈，我妈、曼妮还有林凡，都是我的无奈。我已经亏欠他们许多，我不想再次伤害他们。我要怎么做才能融化你冰封的感情，走进你的内心？我原以为这辈子除了小雨，我不会再对任何女人动心。可是你就这样毫无防备地闯进我的生活，不知何时开始，我的目光会情不自禁停留在你的身上，你轻而易举就走进了我的心里，让我措手不及。我放下我的骄傲，我的自尊，愿意为你做出任何的改变。我对你的爱已经卑微到尘埃，可是这份爱仍然是我最珍贵的东西。你还要我怎么做？不要想着成为别人，你就是你，独一无二，最好的你。这是韩后美妆变身秀收视分析，你好好看看。许诺就凭这样一个栏目，居然打败了我花巨资购买的黄金时段网吧。赵总，我觉得你不用担心，你已经买断了迪欧所有的广告时段。他们虽然搞了一场这个美妆秀，还有一场悲情的真人秀，但是它的力量再大，也比不上硬广的轮番炒作。时间一长，迪欧就扛不住了。这些代理商们一闹起来，这又是一场血雨腥风。总之，你给我再盯紧一点。许诺脑子转得快，分分钟就会改变思路。这一次，我不能再失手。放心吧，许诺这2天没来，被沈总当面给撅了。我估计他也没什么脸来了。现在才明白，许诺当时为什么那么着急想跳槽，原来是为了爱情。这女人呢，再智慧再能干，一遇到爱情她就晕头。哼。对了，这于曼妮现在怎么样了？沉浸在做节目和当明星的陶醉当中，什么都顾不上。我要你给我搞的那个主力代理商名录，你什么时候给我？这个需要一些时间。您知道，这个是销售部的核心资料，我拿到它一定需要很多的时间。我们现在跟迪欧比拼的就是速度，所以你动作一定要快。那我先走了。
找我啊？最近的销售数据你们看了吗？直线上升，销售记录一再被刷新。对，最近上海市场的颓势已经完全改观了。我认为许诺已经证明他有能力带领全国销售团队提升业绩，所以我决定从下个月开始放手，让许诺负责全局。你们的看法呢？看我干嘛？你是老板，你决定就好啊。叫你过来是开会的，站那儿干嘛？过来坐下来。我看林凡你也喜欢许诺，看到许诺和沈总表白之后呢，吃醋了。放心，我一定会撮合你们的，毕竟我觉得你们两个呢更般配一些。哼哼，不需要，谢谢。Manny， 我刚刚说的，你有什么看法？毕竟你现在是公司的股东，更多时候应该从战略层面去考量公司的未来发展。很多具体的细节你就不用事必躬亲了。我觉得是时候放手让许诺去试一试，你觉得呢？我觉得很好啊，我也想分一点权利给他，让他放手一搏。那就好。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对了，晚上回来吃饭吧，我学了几样新菜，做给你吃。好啊。不愧是老板，轻而易举的就把两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为你争来斗去，乐此不疲，在下佩服佩服。有意思吗？你觉得很好玩是吗？要不咱俩换换？哎，我不来，我可没这本事，我想一想就脱单。那就不要阴阳怪气、冷嘲热讽了，赶紧把许诺找回来上班啊！你自己惹的，自己去处理。这件事情我坚决不管，在下告辞。怎么回事啊？明明还有300箱呢，怎么就突然断货了？不可能啊！我上礼拜刚刚去看过库存的，咱们这个系列的每一款单品都应该还有300箱的存货。是，按理说不应该啊。有人把这些货花到外地去了，在上海根本就没有留足这些存货，这一丝不会也太奇怪了。咱们在上海销售这么好，如果这些货突然间断货了的话，就意味着整个局面都是难以控制的。怎么办？我怀疑是有人在针对我们。哟，哎呦，刘经理，找我干什么呀？为什么把紧俏的产品不留在上海发到外地？什么？什么叫紧俏的产品啊？我们的产品在全国各地销售走势各不相同的，在苏州卖得好的，那在上海卖不好；那上海卖得好的，人家广州还不想要了啊！你明明知道上海在推广杭后茶蕊系列，你为什么要发到外部？刘经理，那是新产品，肯定要发到全国各地的呀，这是老规矩的。凡新品上市，全国3000家店都要上架，即使卖不掉，也要摆在那里充分展示的。你之前已经补过货了，销量非常差，为什么还要继续补？刘经理，我呢，只是按照惯例在做事儿。倒是你哦，除了一心跟着徐总弄什么新计划之外，你为什么就不肯花一点点时间来了解一下公司最基本的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呢？对呀，刘瑞，现在没货了你着急，要我说还是你不对，太不注意内部团结了。你说你人缘怎么会那么差呢？要不然这种事儿不是早就应该有人提醒你了吗？哎，你要怎么着啊？好，很好。哎呦，就给他我在这儿，他还敢动手，这给他牛的，吓死我了！
瑞，听我说，你冷静点。你现在去找沈总根本就没有用，弄不好他会让他觉得是你们的疏忽，工作能力有问题。那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背着许诺在这胡来吧？所以才要赶紧把许诺给劝回来啊！怎么劝？他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说回来就回来啊！你听我说，不管在情场还是职场，面子永远没有里子重要。你是她最好的闺蜜，所以有些话只有你说，她才能听得进去。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但后天很美好。很多人都死在明天晚上，看不到后天的太阳。只有勇于面对，才有希望。如果逃避，一定是输。所以这个坎儿，不管你是拖还是拉，一定要帮他过，明白吗？好好追他，我挺你。你以为我死了呀？你如果真的是死了的话，那就是死不瞑目啊！你说你真的太缺德了啊！我都惨成这德行了，你也不知道安慰安慰我，还拿话刺激我。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才是真正的好姐妹，你知道吗？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测试题，人家说了，只要做到以下3点，就是一生一世的好姐妹。第一，不打招呼，直接到你家蹭吃蹭喝。是。您除了蹭吃蹭喝，您还蹭睡呢。逢年过节，您还蹭红包呢。第二，来到你家超级衣服，不管多贵多新多名牌，穿上就走，你还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你也不会觉得不舍不得。咱俩也是哈，好像除了内衣，我们从上大学那会儿就开始换着衣服穿。内衣也换过，什么记性啊！当然了，最后因为尺寸不行，我穿你的太紧。这你也能显摆？不要脸！我就这点东西，我能不炫耀吗？我臭显摆！啊，对，第三就是能够猫在被窝里面说心事。不管姐妹在外面遇到多么困难、多么糟糕的事情，只要把天儿这么一聊，嘿，就能谈笑风生了。谢了，让你费尽心思找了这么一大车话来安慰我。其实呢，我没事儿。妈呀，谁没事闲着在家瞪俩死眼珠子也不睡觉，该上班不上班，你这叫没事儿啊？你别说，在家待了2天，我还得出个结论来：人生烦恼千千万，概括起来不过12个字儿：放不下、想不开、看不透、忘不了。哎呀，顿悟了。顿个屁悟啊！我还是放不下，还是想不开，还是看不透，更是忘不了。哎呀，你说我该怎么办啊？我在公司看见沈志泽了。真的吗？他提到我了吗？一个字都没提。心情又不好了。而且我还看见他跟于曼妮2个人成双入对，还穿情侣装。哎呦，我看着我这个恶心嘞！我去，凭什么呀？啊，我一个人在这痛心疾首，难受的要死要活的，他们2个在那甜甜蜜蜜秀恩爱，说的就是呀，所以你就应该放弃呀。什么沈志泽呀，什么迪欧，通通都滚到一边去，我跟你共进退，不然咱俩拿一冲锋枪再来一回，把沈志泽、迪欧全都给抢回来，省得便宜那个于曼妮了，你觉得呢？说的有道理哈。哎，可是这次这事儿闹得这么大，我还哪有脸劝人啊？放心吧，我呢跟小琪同学，我们俩已经把这事儿都给你安排好了。我们都跟大家说，这就是一场秀，你只是为了工作，所以才这么做的，所以大家会理解你的。我想想啊，你想什么想啊你？当然了，我以前嘛跟你就是苦口婆心跟你说，你是火，它是冰山，你这个火呢是融化不了它这座冰山的。但是现在已经成这样了，如果我要是你的话，我就把沈志泽追到手，然后把他踹，告他姐根本都不稀罕，多爽呀这感觉。是挺爽的。可我要是真的把他弄到手，
那我不爱死他了，我还哪舍得虐他踹他呀？我真受不了啊！所以您还在这磨叽什么呀？赶紧上啊！去上，加油！加油！哈哈哈！抱歉，我那天把话说得太重了。没关系啊。我明白你是为了节目效果嘛。而且确实那期节目网上反响特别好。我去开会了。对了，虽然你是为了节目效果，但我是真心的，而且我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希望你也是。今天我们的会议主题是讨论一下开发迪欧官方 APP 的事情。刚才吉哲的方案，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吧？有什么意见吗？我看了，我没有什么意见。我有意见，我觉得我们的产品在网络商城已经卖得非常好了，没有必要再单独开发一个电商，这样劳民伤财，效果还不一定好，有什么必要呢？但我们迪欧已然是代理商，就应该有自己的平台，而不是一味的依靠别的销售网站。但我们的客户群是固定的，要是客人在店里买了，就不会在网上买；要是在网上买了，就不会在店里买。这两个渠道完全是此消彼长的。就算我们现在开辟了一个新的渠道，到头来我们的销售总额是一样的，不会增加。悠悠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能把全产品都投入到 APP 上做推广，只要平衡好线上线下渠道上的关系，就不会有问题。线上线下是什么意思啊？你听不懂的先记下来，到时候我有空了再讲给你听。我觉得徐总说的很对的。这样的话呢，我们选择特定的这个产品，然后进行一个推广。如果推广顺利的话，我们就会开辟一条新的这个渠道。到时候我们还可以放一些什么化妆讲堂啊、服装啊、戎装搭配什么之类的这些视频，方便大家在等车或者等饭的时候可以这样看。这个想法太好了，合理的利用碎片化时间，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的推广。我等一下把这个方案再深入一下。刘经理，你好厉害啊！这碎片化时间又是什么意思啊？小吉，你答应我的，你会教我吧？那下一期的产品咱们选哪个？你看我干什么呀？我又不同意这个提案，我保留意见。既然在新渠道上吸引新客户，就要用新产品，要让大家在短时间内看到效果，我觉得可以选择韩后系列。好主意。韩后的茶蕊系列这个新产品本身就是针对女性的，它的整个年龄层段跟网民也是非常相似的。到时候用韩后的这个 BB 霜，它本身有这个提亮肤色的功效，一用就好了。哎，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用限时抢购的方式，1分钟涨1块钱，因为消费者就是这样，越是抢着买的东西，他越觉得好。好主意。开启不愧是来自卖场的，果然最懂得消费者的心理。一般选择 BB 霜的用户都是脸上有些瑕疵的，那么我们在 BB 霜配上茶蕊护理套装，这样促进连带销售。记者，这次一定要找最好的公司来设计页面，这就跟给女人化妆一样，能不能一见钟情就看她了。你放心吧，我不仅会让人对她一见钟情，还要让人对她欲罢不能。从那个时候起，她就封闭了自己的情感和内心。我希望他能够走出来，能够放下那段伤心的往事。在看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没关系，都是男人嘛，懂的。对了，这个阳光食堂马上就要完工了，你签个字，我好跟他们结尾款。一个员工食堂你这么重视，许诺不过随口一说，至于吗？这是我答应他的。我就要做到。
才刚在节目上把他损得体无完肤，现在又用这种方式来跟他示好，哎，你怎么想的 ？OK。这个方案要做细一点，准备工作要充分。我特地在网上买了一些大 V， 我觉得这些人的推荐肯定要比刚注册的水军更有说服力。你果然是做销售的奇才，一点就透。你真过奖了，虽然只跟了您半年，但是真的我在您身上学到太多的东西了，我得感谢您。还有，之前一直没机会说，上次的事情还是要谢谢你。在那种情况下，你能够站出来为我洗白，真的挺不容易的。我只是做了我觉得我该做的事，要是不那么做的话，我自己心里都过不去那个坎儿。刘瑞果然没有看错人。哦，对，刘经理能力挺强的，我挺佩服他的。你别看刘瑞表面上像个女汉子一样，但其实内心也住着一个小姑娘，也是渴望被爱的。哦，那个 Peter 那件事，你打算怎么办了？是啊 ，Peter 为什么会这么做？我觉得肯定也是受人指使嘛。也是，小卒子也有小卒子的悲哀，所以像他这样的，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动他们的。明白了。好好做你的方案吧，只要做好，策划部经理就是你的了。嗨，我没想那些，我只是图着干实事儿，长本事。不用想那些虚的，只要做好了事情，想要什么都有了。好，去吧。谢谢。我帮你试探了一下小吉，我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呢。你看啊，这个线上呢说的是网络，线下呢说的就是咱们平常说的专卖店啊、商场啊、超市啊这些实体渠道。这渠道是什么意思啊？简单点来说呢，你看啊，一个商品从生产出来到消费者手里，中间呢经过这些什么代理商啊、批发商啊，都九条的渠道。然而呢，离消费者最近的这个实体店，就叫终端。终端。小吉，你会不会觉得我太笨了呀？你没接触过这些，没事的。待会儿给你开个书单，好吧？你买了这些书看一看，你就明白了。开小灶呢，办个班得了呗，加我一个。刘经理，你怎么回来了？怎么了？我回来碍你俩事儿了。刘瑞姐，是因为我很多专业知识不懂，所以我请小吉帮我补课。但往往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能明白，但过一会儿我自己一想，就还是不明白。啊，那是。干什么事儿都得有一个过程。你就比如说，猪也不是一下生就能长出火腿，麦穗也不是一下就能变成面包的。不管怎么样，这荔枝也是剥了皮儿才能吃。哎，坐下啊！刘经理跟你开玩笑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呀，人呢不能太着急了，就像咱们小时候背课文一样，有时候有一篇课文特别难背，你死记硬背怎么也背不下来。但是有时候放下书本，出去转一圈，回来说不定很快就背下来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能操之过急了，要慢慢来啊。我好像明白了。哎，小吉，你刚说的这个线下包括什么？没事吧？没事。同仁，为表彰大家在第一季度做出的努力，沈总特意将这间阳光餐厅送给大家当做礼物。从今天起，我们不仅可以在用餐的时间享受到各种的美食，还可以随时来此放松心情，充分体验上班时间的快乐。真好。其实这个构想呢，是许诺提出来的。他认为我太严苛，只会压榨员工的生产力。你们也这么想吗？我一直认为，只有在欢乐、愉悦的环境底下，一个人的智慧跟能量才能发挥到极致。所以，我同意了他的构想，
我现在正式宣布，从今天开始，阳湾餐厅正式开张。好啊，太好了，太好了。以后大家工作之余呢，可以上来放松一下。另外一件事情，从今天开始，总部废除上班打卡制，你们不需要对时间负责，只需要对结果负责。我希望这样的制度可以激励大家，让我们一起努力，把 DO 打造成一个传递美丽跟快乐的王国。太好了，我们一定可以的，加油！各位请享用吧。这么好的日子，还不喝一杯？谢谢。谢什么？我随口一说的提议，你居然变成了现实，我很开心。只要对公司好的提议，我都会采纳。好。现在上海的销售业绩这么好，刘锐功不可没。我建议晋升刘锐。那是你的职权范围，我没有意见。可是如果晋升了刘锐，那就意味着某人要降职，某人和某人又要联系在一起，这一升一降，又会风波不断。只要对公司好，我支持你。好。还有个事情我要问你。说。上次你说我的衣服、妆容、配饰跟我的年龄、气质完全不相符，是真的吗？我已经解释过了，那是为了节目效果。我或许是不怎么会打扮，但我脑子不傻呀。好吧，你要愿意装就继续装吧，我不戳穿你。哎呀，于总，我看许诺这回要搞政变啊，他要真把销售部和策划部都给把控住了，那我们的筹码可就没多少了。做梦！于总，这是刘锐的晋升材料，请您签字。放那吧，一会儿我自己跟沈总谈。怎么，我说的话你听不明白是吧？明白。啊，那我先走了。沈总，娄叔刚才来找我，让我签刘锐的升职报告，我没签。许诺上个月才晋升吉哲，现在要升职刘锐，这样不太合适吧？这是正常的人事任命，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大家都这么想。在许诺的职权范围以内，是可以任命中层主管的。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是要尊重他的意见。撇开许诺不说，沈总，你认为刘锐他怎么样？刘锐在面试的时候就是最优秀的，经过这段时间的证明，他的确有这个能力坐这个位子，所以我认为没有问题。那李楠呢？在职场里面，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这很正常。在职场里，讲法则也讲感情。李楠大学毕业以后就加入迪欧，跟着我们这么多年，从底层做起，从北京到大连，杭州到上海，辛辛苦苦才做到营销经理这个位置。你现在为了一个新人要把他换掉，你太残忍了吧？我不想听抱怨。如果你有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洗耳恭听。
这是我的申请。你要升李楠当副总裁助理？许诺有资格升降员工，我想我应该也有吧。哎，你说沈总他不会变卦吧？我跟你说，他要真变卦了，我这次真不干了啊！你放心吧，沈总答应过我的，不会轻易变卦。哎呀，可是这于奶奶为了李楠的事情，在他办公室待了这么长时间，到现在都没出来，我看这事有点悬了。就他会讲，我不会讲吗？哎呀，你别这么冲动，咱们得想想怎么说。什么怎么说？成就成，不成就不干了。一天到晚纠结在这些破事上，烦都烦死了。沈总，沈总，销售体系才刚刚整顿完，上海的业绩也才提升，这个时候销售团队的核心负责人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能讲人情，否则我没法干了。这是你跟沈总讲话应该有的态度。我是来做事的，不是来宫斗的。明里一套，暗里一套，我做不来。谁跟你宫斗？两位，你们都是公司的高管，请拿出一点专业的态度。于总，你的提案我已经通过了，你还有其他的事情吗？没了。什么意思啊？他什么提案你就通过了？那刘瑞怎么办啊？你让我怎么跟销售团队交代啊？到头来，我这个营销总监，除了给公司救急扑火之外，正常的权利一点都没办法履行。我觉得你太激动了。我激动？那还不是让于曼妮给逼的？我希望你在任何时刻都能够保持冷静，保持专业的态度。刘瑞的升职报告，你签了？你不早说，害我白激动。开心了，也别高兴得太早。你再看看这个，副总裁助理，这什么职位啊？公司的组织结构里有这个职位吗？你一个总裁都没有助理，他一个副总裁凭什么配助理啊？再说了，我们累死累活让业绩翻了一番才升了1级，他李楠做什么事情啊？除了扯后腿捣乱之外，他还做了什么呀？累不累？口渴了没有？去喝杯水。沈总，做企业领袖要杀伐决断，不能总是当和事佬啊。你现在是在教训我？但凡你把对我的狠劲儿用一半在管理上，公司就不会有问题了。于总这个提议是给李楠保全面子，对公司的实质经营没有任何影响，对你的工作开展也没有任何影响。企业领袖的确是要杀伐决断，但是也要注重平衡。我说过，职称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我就当公司给他一个闲差，提前付他退休金。我有这样的度量，我希望你也要有这个度量。还有其他的事情吗？没有了。麻烦你帮我把这2份文件拿到人事部去，然后去喝杯温水。刘经理，到午休时间，我们先吃饭去了。哦。刘瑞，恭喜啊，升职了。嗨，没什么好恭喜的，只不过是迟到的盘中之餐而已。饿劲儿都过了，想兴奋都兴奋不起来。你这是对李楠的任命不满呐？想开一点吧，这明显是老板的折中之举。副总裁助理，这名字听着虽然好听，但是大家都知道是碍于某位同学的面子而已，没什么实际作用。还是你好，公司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高级部门主管，掌管着全国的销售团队，想想就替你高兴。你真替我高兴。那当然了，
我还给你带了礼物呢，恭喜你啊！你偷偷摸摸在这干嘛呢？小飞，你们俩别闹了啊！哎呀，你傻呀，没看出来小基经理在跟刘经理示爱呢？哎，别闹了，你们俩赶紧礼物吃饭。都拿出来了。哎呦，那我们要一起见证这个神圣的时刻。赶紧吃饭去吧。我不介意啊，您可以单骑回家或者双骑回家都行。你也别闹了，赶紧收起来吧啊！那我现在要打。哎，别，现在别打开，回家看吧，好吗？打开看看呀！打开呀！我来，我帮你们拆啊。哎呦，你俩真是心有灵犀啊！上回刘经理给小吉经理送的也是一个钱包。对呀，上回刘经理钱包里放了一个照片，我猜这钱包里工资卡。哎，别，你别打开，别打开。看一下嘛。嗯，这不是上回刘经理送给小吉经理的照片。那个我俩还没吃饭呢，我饿了。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他们会过来闹，我本来就想偷偷还给你，我不想伤害你。哎，别，姐姐，我错了，有话好好说。咳嗽了。哎，你干嘛？我现在就是要用实际行动来告诉你，你是我的，不要跟我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还有，我告诉你，我送出去的东西永远都不会收回来，东西是一样，感情也一样。姐，要不然这件事咱再商量商量。你有心上人了？我确实是想这么跟你说的。去玩玩。现在是9月15号下午3点22分，记住你刚刚说过的话。3个月以后，你一定会为你说过的话付出一定的代价。代价有没有那么夸张？付出什么代价？就是你的心上人3个月以后，他一定会把绿茶婊的外套给脱下来，而你作为他阶段性的人物，一定会被你一脚踢开。说的也太过分了。弯弯那么单纯一姑娘，你说人家是绿茶婊啊？你这是人身攻击。走着瞧。来，我们庆祝李楠升职。恭喜楠姐！是李总祝，恭喜恭喜！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怎么了，珊姐？不高兴了？这事儿多大快人心啊！你看许诺费了半天劲才把刘瑞拱上去，咱们于总一出手，楠姐成总助了，爽！你懂什么呀？你们在办公室当然无所谓了，可是我在销售一线哎，那个刘瑞做事风格跟徐总一样又麻又辣。现在他一上位，主管全国销售团队，哎呀，想想我就头疼。我以后是没有好日子过了。放心吧，让他们再得意几天，等许诺下了神台，刘瑞和吉哲都发挥不了作用的。于总就是霸气。你通知人事部，做好大规模的人员储备，每个职位都放大3倍。赵总，咱现在团队应付得来，虽然公司刚进了一笔钱，但也不至于浪费吧？你懂什么呀？如果法国的业务谈下来，就算3倍的人员都赚不起来。法国的业务？你那边什么情况？电商的案子搞到了吗？还没有，不过有了新情况，于曼妮要对许诺下手了。美妆秀的推广效果十分明显，我们的业绩直线上升，法方对此十分满意，把原来只放在欧洲销售的高端商品，现在愿意签给我们。所以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就是怎么样复制这个模式，然后朝全国推广。大家对此
讨论一下思路。我建议我们马上召开一个全国规划代理商售卖会，把我们上海的成功经验以及徐总的新方案一起推广出去。我同意。徐总，我也同意。那我们就在外滩找个酒店办吧。法国最近跟我们签约的高端产品是活泉水系列，我们可以主打水的概念。我觉得不需要在上海做，因为毕竟上海业绩这么好了，我们应该向外省发展，让外省知道我们公司对他们的诚意以及关照。没错，于总说的对。我们沪杭两地的产品都是公司直供的，所有的卖场也都是我们自己管理的，所以不需要代理商的运作。真正需要代理商运作的应该是外部地区。说到这儿呢，外部地区能力最强的经理就是白总，如果搞定他的话，我们就相当于搞定外部地区了。这样一来，全国就都顺了。所以我建议啊，这一次订货会定在苏州最合适不过啦。这个是可以考虑的。北京呢现在正值业绩爆发期，人员严重不足，我们运营部和策划部实在抽不出人手来负责这个订货会的事儿，所以呢，我建议订货会当地接待的工作交给苏杭地区的经理尹娜，这样大家就都轻松了。哼，我又被代表了。我反对。即便这次的订货会在苏州召开，那是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对迪欧来说是一件大事情。如果全权交给尹娜来处理，我觉得不太稳妥。徐总的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从营销到宣传，事必躬亲。现在连开组织会议都要亲自插手，徐总真是辛苦了。不过你不要忘记，迪欧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作为一个好的领导，你要适当的给其他同事机会。这样吧，订货会的形式和要求，徐总你尽管提，但具体执行交给当地的尹娜，策划部负责协助。